卡伊娜上前握住他的手，我马上就成年了，也该懂得顾全大局了。雷杰普现在还小，我理应多让着他。说完，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父亲听后愣住，他知道下毒的人是雷杰普，竟还处处护着他。我的女儿果然长大了。见她如此懂事，父亲欣慰不已，说起要给她物色一个夫婿。一提起夫婿的话题，卡伊娜总是习惯性想起埃文，不过她的心思并不在情爱之上，她需要的只是他的权利。卡伊娜表示自己身为一国公主，一切会听从父皇的安排。父亲震惊不已，明明之前她还一直吵着要嫁给埃文，现在竟变得如此乖巧懂事。今天的卡伊娜让她刮目相看，但又怀疑她是真的不喜欢埃文了吗？女孩重生再次遇到自己的暗恋对象，前世身为舔狗的她此刻像个高冷女王。基德雷大人好久不见。男人惊讶她竟不像以前那样叫他埃文。陛下刚刚在午睡，让我一会再来拜见他。话音刚落，周围人纷纷议论起来，大家都在说陛下根本没有午睡，果然是故意不接见公爵大人。一旁侍卫让他们不准大声喧哗打扰陛下休息。埃文礼貌表示自己下次再来拜见，说完就准备离开。卡伊娜突然开口，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找陛下。埃文听后停下脚步，他怎么知道我来见陛下？卡伊娜接着说，也许自己能帮到他，难得见一面，不如一起喝杯茶。埃文疑惑，就算他知道自己找皇帝什么事，他又能怎么帮忙解决呢？但看他一副沉稳的样子，完全不像之前的无脑花痴公主，反而更像谈判家或是谋略家。埃文看出他的眼神中透着一种运筹帷幄的淡定，他顿时觉得这个女人有点意思，不妨去听一听。府里下人见埃文来了都很惊讶，准备把华丽的裙子给卡伊娜拿来换上。卡伊娜表示不用，怎么舒服怎么来。很快她换好衣服出来，埃文抬头看向她，一脸震惊。之前在他面前打扮的华丽的卡伊娜，今天突然穿的这般素净，既没有盛装打扮，也没有扭捏作态，反而给她一种典雅高贵的感觉。卡伊娜坐下，直接切入正题，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婚事吧。埃文疑惑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最近被婚事困扰。卡伊娜表示自己只是猜测的，原著里只有他本人和身边亲信知道他患有严重洁癖，这让他无法与别人亲密接触。一个23岁血气方刚的青年，竟连女生的手都没牵过，所有人都以为他性取向有问题，因此家臣们反对他继承爵位。卡伊娜继续说自己还知道他想接过军权，以此来证明他不用结婚也可以得到认可。卡伊娜表示可以帮他解决问题，接着他让侍女把茶泡弄一点，再加上牛奶和白糖端给埃文。没见过这种喝法的埃文像看黑暗料理一样，见他不敢下口。卡伊娜说这是自己特制的茶饮，味道还不错。埃文抱着希望不会难喝到吐的想法喝了一口，下一秒他大惊失色。卡伊娜问他怎么样，好喝吗？埃文直言很好喝，并表示还想再来一杯。卡伊娜很开心，她没想到有严重洁癖的他竟会这么喜欢，于是让侍女一会儿把制作方法写给他。埃文若有所思看着杯子，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喜欢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你的未婚妻候补人选吧。这个男人的洁癖严重到无法与人做亲密检查，一无所知的母亲像往常一样要他去相亲。埃文学着卡伊娜给的配方，让侍女上一杯浓茶，再加上牛奶和白糖。母亲疑惑问他以前就喜欢这种奇怪的喝法吗？埃文表示今天才喜欢上的。母亲虽有疑虑，但没再说什么，随即看着整洁的房间说道，你看房间里乱的，你需要一位女主人来帮你打理。说完掏出3幅照片一一向他介绍。埃文顿时想起卡伊娜跟他说的，这些女人要么是欠一屁股债，要么有癫狂症，只有奥利聪明伶俐，心思细腻，最适合他。然而卡伊娜积极撮合他们，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他别忘了他们俩的姻缘是他促成的。但在爱人耳边温柔诉说爱意，亲密抚摸爱人脸庞，这些他都做不到。埃文回绝母亲自己是不会结婚的。看着杯中浓茶，埃文打算找卡伊娜问个清楚，他到底在谋划什么。与此同时，侍女们都在讨论卡伊娜醒来后竟变得好欺负了，即使他们服侍不周也不会挨骂了。贝拉见状上前斥责他们闲聊不好好干活。利亚不服气说雇佣他们的人又不是卡伊娜，而是雷杰普殿下，并对他仗着卡伊娜撑腰就目中无人了。周围侍女都表示自己有雷杰普撑腰，看着侍女们笑嘻嘻的样子，贝拉暗骂他们都是一帮蠢货。之前自己竟还想加入这帮人，现在要打起12分精神，因为他知道卡伊娜是绝不会忍受失误的。这些贵族小姐都天真的以为可以用自己的爱改变雷杰普暴力冷漠的性格，只有贝拉，谁能认可他的价值，他就忠于谁。另一边选择站在卡伊娜这边的安妮，早上已将侍女们的话传给了卡伊娜。卡伊娜猜到，按贝拉性格是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她想起愚蠢的贵族小姐莉亚，在上一世就把她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了雷杰普，最终不还是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而埃文和奥利的婚事是整本小说故事的开始。在他们见面之前，卡伊娜决定先把奥利变成她的人，接着她写好一封信，让安妮帮她交给一个人。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侍女气喘吁吁跑进来，大事不好了，公主殿下，您快去看看吧！雷杰普皇子殿下大发雷霆，一直在摔东西。与此同时，皇子府上，雷杰普一边不停摔东西，一边大骂，居然说因为我是私生子，所以和杨子海因没什么区别。下贱的东西，等我当上了皇帝，把他们全都处死。上一世腹黑弟弟亲手杀死女孩，
这一世他决心要感化她。只见他眼神冰冷，让下人把房间里的碎片清理干净。一旁的侍卫都被他的威严惊到。雷杰普让他不要过来，卡伊娜却无视他的话，径直向他走去。雷杰普不耐烦又重复一遍，话还没说完，他伸手抚上他的脸颊。如果我不过来，你就是孤身一人了。雷杰普没想到自己的亲姐姐会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紧接着卡伊娜微微一笑，你要记住，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卡伊娜用手擦掉他脸上流出来的血渍，满眼心疼望着他，很疼吧？这么帅气的脸要是留疤了可怎么办？雷杰普叹口气，伸手搂住卡伊娜，接着把她抱了起来。黄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卡伊娜笑得一脸灿烂，问他现在心情好点了吗？雷杰普沉默看着她，闭眼感受着她手心里的温暖，然后说道好多了。卡伊娜小心翼翼给他包扎后，嘱咐他下次再生气也不能拿自己身体撒气。雷杰普一开视线说自己一时没忍住。卡伊娜微眯着眼，他记得原著里写过这段剧情，海因把雷杰普的人抢走了，并被人拿他和海因做比较。卡伊娜知道他虽性格暴力，其实内心还只是个小孩子，而现在的他正是需要亲人照顾和疼爱的年纪。父皇对他漠不关心，那他身边的亲人只有自己了。卡伊娜决心用爱和包容来感化他。想到这，他伸手揉了揉他的头，不用担心，一切包在姐姐身上。接着卡伊娜向他说了自己的计划，他会在成人礼那天假装病了，然后就由他来接待那些想攀高枝的贵族们，让他们加入他的阵营。雷杰普听完立马明白他的用意，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夺回被海因抢走的合作伙伴，但却要牺牲卡伊娜。他不敢相信，问卡伊娜真的愿意和其他人结婚吗？并问他不是一直爱着埃文吗？卡伊娜承认自己之前确实很想得到他，但是谁能保证这份感情能永远不变呢？并表示自己现在都怀疑当初是否真的爱过他。看着雷杰普一脸错愕的样子，他继续说道，这世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再热烈的爱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变淡。宴会上，贵族们都知道埃文府上要了好几位贵族小姐的画像，以前的卡伊娜肯定会疯狂阻拦，可此时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众人猜测传闻可能是真的，公主对埃文彻底死心了，那奥莉就有可能会成为埃文的夫人了。安抚发疯的弟弟，公主竟然出卖自己的婚姻，帮弟弟登上皇位。然而她甚至亲自下厨，为弟弟制作精美的蛋糕。可弟弟不知道，他正在一步步落入姐姐的圈套中。自从公主决定放弃与基德雷结婚后，这消息就在贵族圈内传遍了。基德雷更是不死心的，连续5次求见卡伊娜公主，都被她以生病为理由拒绝了。比起基德雷，卡伊娜更关心自己的弟弟雷杰普。得知他与艾布特伯爵见面，卡伊娜内心十分开心，那可是拥有蓝宝石矿山的人，肯定能给雷杰普带来巨大帮助。既然雷杰普听从了他的建议，作为姐姐当然要奖励他一下。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厨，为雷杰普做些小点心。女仆本以为他是开玩笑，可是见到卡伊娜精湛的厨艺后，不管是女仆还是厨师，瞬间呆住。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高贵的公主居然这么厉害，更不会想到前世的她经常做饭，母亲还是顶级面点师，这点小事还难不住她。让他们更意外的是，卡伊娜居然一次做了2份，一份是雷杰普的，一份是为了犒劳这些善良的佣人。这下厨师瞬间被感动得稀里哗啦。随后卡伊娜询问谁去将点心送给雷杰普呢？一旁的女仆们直接疯狂了，她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在雷杰普面前争宠，如果能成为皇妃，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